名洞穴潜水员在水下与3位同伴脱轨，为了寻找同伴，他误入了一条岔路口。当他意识到时，氧气已所剩不多。那么他和他的同伴能否逃出升天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伯希泉洞潜遇难事件。伯希泉位于瑞士与意大利的交界处的蒙特杰纳罗索山的山脚下。早在上世纪70年代，探险家普雷莫梅利便首次叩响了他的大门，下潜至47米。1983年，索尔贝格团队将记录推进到68米，并初步绘制出其独特的 V 字形结构。1985年，沃尔特·科伊森等人最终触及了洞穴的最低点，深度89米。这里是整个洞穴的瓶颈，一个被称为虹吸管的狭窄通道，仅能容纳1名潜水员勉强通过。穿过这里，洞穴便开始向另一侧攀升，通往更多未知的岔路和最终一个被发现的旱洞区域。伯希泉的复杂与深度对经验丰富的潜水员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2006年10月29日，一支由4名顶尖潜水员组成的国际团队便将目光锁定在了这里。队伍的领头人是40岁的意大利人里纳尔多·隆科·法瓦罗坎皮尼，他拥有长达22年的潜水经验。从1984年接触这项运动起，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各大最艰难、最复杂的洞穴系统，几乎精通当时所有的高阶潜水技术。对于隆科而言，伯希泉的洞穴难度并不是具有很大挑战性。他们计划分阶段对伯希泉进行探索，最终的目标是抵达并测绘右侧最深处的旱洞区。而10月29日的这次下潜只是整个计划中的一环，目标是探索并勘测右侧上升通道水下20米的区域。但隆科和他的团队在制定计划时却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他们只在 V 字形的左侧通道放置了减压用的高氧气瓶，这意味着一旦在 V 字形的右侧出现任何意外，导致无法返回底部通过狭窄通道，他们将没有任何减压气体可用，面临严重的减压病风险。洞穴潜水强调2人同行的前伴制度，然而这4位经验丰富的高手却约定进行各自独立潜水。最致命的是，他们省略了安排1名支援潜水员在较潜水域待命，以此来应对突发情况。潜水当天，在完成例行检查后，隆科一马当先，率先沉入伯希泉冰蓝色的水中，3名同伴紧随其后。入口处略显狭窄，但很快通道变得开阔。他们熟练地沿着预先布设的引导绳下潜，他们顺利抵达89米的最深处，依次排队，小心翼翼地穿过了那段长约20米，被称为虹吸管的狭窄通道。没有意外发生，他们成功进入了洞穴 V 字形的右半边。然而，当他们开始沿着右侧通道上升时，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与左侧坚硬的岩壁不同，右侧通道的顶部和底部覆盖着厚厚的粘土和淤泥，这里的水体环境极其脆弱，潜水员轻微的踢腿动作，甚至呼出的气泡撞击洞顶，都可能导致大量泥沙脱落，使能见度在瞬间从清晰变为0。任何一块掉落的石头都可能堵住他们返回的生命线。尽管环境恶劣，4人还是凭借丰富的经验，顺利抵达了右侧20米深的目标区域，完成了当天的测绘任务。随后，他们掉头开始返程。悲剧的倒计时从这一刻正式开始。返程途中，作为领队且动作最为敏捷的隆科，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人。他一心想着尽快穿过危险的淤泥区和底部的狭窄通道，早点结束这次潜水，完全没有留意身后的同伴是否跟上。他穿过一个复杂且狭窄的岔路口后，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心脏瞬间沉了下去。身后不再是同伴的身影和灯光，而是一片浓稠的无法穿透的浑浊。他们来回的游动早已将脆弱的粘土彻底搅起，形成了一道隔绝视野的泥墙。那一刻，隆科心中掠过一丝不安，但多年的经验让他强行镇定下来。他悬停在原地，在稍微等待了一会之后，对同伴安危的担忧压倒了理智。隆科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掉头回去寻找他们。他或许认为凭借自己出色的定向能力，在熟悉的路线上找到同伴再折返，不过是多花几分钟的事。在完全被搅浑的水中，方向感早已失效。在那个他刚刚经过的岔路口，他摸索着前进，却在不经意间偏离了主引导绳，进入了一条从未被探索过的陌生支线通道。走错路的迹象本应是明显的，这条通道里的水异常清澈，而且底部没有他们来时依赖的主引导绳。但在急于寻找同伴的焦虑和对自己判断力的盲目自信下，他继续向前游动，直到通道的尽头是一堵冰冷的岩壁，无路可走。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只剩下赶紧回去这一个念头。可当他转身时，他进来时的游动已经将这条死胡同里的水也搅得一片浑浊，返回的路变得比来时更加艰难。他跌跌撞撞，耗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气体，终于摸索回了最初的岔路口。他再次找到了主引导绳，然而同伴的踪影全无。此时，慌乱中的他做出了第二个错误的判断。他推测同伴们可能没有等他，已经先行游向洞穴底部。于是他开始沿着引导绳奋力向下追赶。他瞥了一眼自己的压力表，刚才的迷路、慌乱的游动、急促的呼吸已经耗掉了大量宝贵的氧气。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踢腿的速度，
希望尽快到达底部，穿过虹吸管，去到左侧使用减压气瓶，但这让他陷入了恶性循环，越急躁，气体消耗得越快，气体越少，他越恐慌。他的呼吸变得粗重，视野开始出现黑斑。他调整姿势，准备钻进这条狭窄的救命通道。就在那一刻，他的身体因极度缺氧而开始剧烈抽搐。他所使用的深潜气体是高氦低氧的混合气，这种气体在深水区可以有效对抗淡醉，但在浅水区或耗尽时，极低的氧含量会迅速导致昏迷。他本能的挣扎，手脚胡乱扑腾，但在89米的深渊里，一切反抗都显得那么徒劳。最终，挣扎停止了。与此同时，在 V 字形的另一端，龙科的3名同伴正在左侧通道21米深处进行着漫长的减压停留。他们一边等待体内多余的氮气排出，一边焦急地留意着下方。他们检查了为龙科准备的减压气瓶，发现完好无损，没有被动用过的痕迹。一个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所有人，他们心里瞬间凉了半截。他们自己的气瓶也已接近极限，根本没有足够的气体支撑他们冒险返回89米的深渊去搜救。1个多小时后，3人完成了减压，身心俱疲地浮出水面。救援队在当天下午迅速赶到，连夜展开搜救，但他们的搜索范围仅限于左侧的主通道和已知的支线，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天，搜救行动转为打捞行动，救援队决定进入更为危险的右侧通道。在做好万全的气体和路线规划后，他们开始向深处推进。就在前往布置备用气瓶的途中，在洞穴最底部的虹吸管入口处，搜救人员发现了龙科的遗体。他的装备完好无损，唯一的异常是呼吸调节器掉落在一旁，而他携带的所有气瓶都已空空如也。法医的鉴定结果确认了他的死因气体耗尽导致的溺水。他不是被复杂的洞穴所吞噬，而是被自己和团队的实力过于高估，由自己亲手推向了死亡。